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来举报工头艾玛。我收到了屋主小袁的委托，他现在呢在一个合租的房子里面，是4房2厅的，他想要改造他的出租客厅。通常呢出租的客厅啊，厨房啊、卫生间啊都是卫生重灾区，基本上都是无人管的状态。他现在居然要花钱改造，究竟为什么呢 ？Anyway， 我们先去看看房子吧。是小袁吗？带我看看房子吧，就是哪里想要改。要改的就是这一片客厅，看不到它特别的空旷，一般就只是在这里走路而已。然后这个客厅呢，除了我们平时坐在这里换鞋，没有别的用处了。然后我们基本上待在我们的房间里面，然后就想着我们既然出了那么多的房租，住了那么大的一间房，我们的客厅都没有用到，然后我们就报名了这个节目，挺好。那需要什么功能在这个客厅里面呢？对，需要我们几个人可以在这里，就算各自玩各自的手机，但是我们可以在一块儿。这感情也太好了吧！一般都是挤在他房间玩手机。我每天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要改这客厅，因为他的3间房。我每天加班一回来，我进到我的房间，这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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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给我滚出去！改造原因找到了，这一边就变成小餐厅，然后这一边就是客厅。对，客厅。然后因为他的爱好不是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来嘛，然后把他的那一堆，我简称为破烂软，一堆东西全部放出来展示一下。他那个时候白天上班，晚上开始听到早上5点钟开始睡觉，睡到7点钟去上班。但是挺开心的，我觉得。除了上班，我的上班是哪一类型的工作？上班找出来的白发。因为我是那种强行让自己不加班的那一种，所以他们才被开了嘛。这本来就快要19的工作了，毕业了是吗？这些收纳盒我觉得已经很好看了，那我们就不要花钱再买收纳盒。怎么把这一些收纳盒还有我们的盲盒放在客厅？这个罐子啊，也可以这样子挂，这里面装的盲盒都是太喜欢的，他们都太别停，不要停。就这一个风格非常强烈的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花瓶吗？这是我们吹泡泡的罐子。那为什么在上面呢？上面比较好装。那现在问题就来了，就是我还想把这里拆掉，原来它还有收纳的地方。我也想把这里拆掉，它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用，对，还挡着，然后又不好看。对。这次改造的风格是屋主们一致点头的奶油风。奶油风经典的奶咖白、不规则形状和圆弧形元素，让人感受到温柔甜腻，很适合跟朋友们窝在家里的感觉，可以卸下棱角，舒适做自己。我们个人就是大家都是平均下来愿意出1000出头，然后再加上房东的资助的话，我们的预算是6到7千。房东的话也是比较好沟通的，他愿意就是说出一部分的钱来贴补我们的家电以及留给他的东西吧。所有室友同心协力一起改造客厅真的很好，但是呢，众筹到的预算还是很紧张的。因为还有电位、墙面和地面的一些翻新，要预留2000多的费用给到师傅，加上奶油风的家具都好贵呀，所以预算其实有点紧张。虽然难，但是多比价，每件软装的开销再省多一些，我有信心在预算内帮到屋主。省钱模式开始。奶油风的洞穴柜真的很好看，但是要2000多，预算真的扛不住，不敢买。再见。原柜子也不能拆，原柜子拆掉的话，涉及墙面彻底的重做，还有新柜子要重新打，都是不少的一笔钱呢。还是尽量在符合风格的范围内改造一下吧。原来的鞋柜可以通过改色，还有增加拱形的元素来改造一下。前面我们打算做成这种拱形镂空的一个形状，如果用木板就会工费比较高，那我们就用了这种雪浮板，高密度的，这个大概是10mm 的一个厚度。其实软硬还挺适合的。它还可以定制形状，把布置给到它的形状。然后为了方便这一边放东西，我们再加一个层板。拱形真的搭啥都好看，连电钻的颜值都高了起来。这个也是雪浮板，其实这种高密度的真的很低。这个是5mm 厚的，我们就用棉钉胶来粘它。
过看到了成品，心情又好起来了。但是祸不单行，墙刷好之后才几天就疯狂脱皮，找到之前的油工师傅居然被拉黑了。唉，重新找的师傅说墙需要铲掉重做。我再想想办法将钱省下来吧。茶几再见，边柜再见。行，DIY。为了 DIY 这个茶几，我们找到了这种原来用来装茶叶的硬纸筒，便宜又结实，然后外面就可以贴上装饰木线条，厂家超级好，虽然我买的不多，但是也可以免费帮忙切成40公分一段段，这样又省了不少功夫。做完桌腿之后，将这个硬纸筒的盖子粘到桌面上，这样桌面盖上以后刚好卡住，那就超级稳啦。在这个便宜的桌面呢，是那种 low 的免漆板，质感很难跟实木的比哦。但是实木定制一个要500多，所以我挑了一块奶油色的防水桌垫，又便宜又好看，成品还挺有那个味道的，对不对？小胡有很多需要收纳和展示的宝藏，除了鞋柜，客厅最佳的展示点就是沙发背面，边柜需要做到3米长才搭，短了会逼死强迫症，并且会有死角。但是这么长的边柜太贵了，预算不同意我买，所以我们又决定自己买板材和桌腿 DIY 一个。小贴士给到大家，靠墙这边可以使用5金上墙，这样可以减少1半的桌腿。我们的改造已经完成的差不多啦，还有最后一趴。改造后的客厅，除了是9位人类的舍友的互动空间，还是家里2只猫猫的生活空间哦。我们给家里老5、老6小物种准备了一个小礼物。传统的猫爬架不仅 hold 不住求偶的身体，还非常占地方，导致猫猫以前都在杂物堆里面待着，必须从立面上炸出来更多的空间给我们猫主子。所以我们在客厅设计了一个垂直集成的猫猫生活角落。这个猫猫商业综合体占地仅1/3平方，从上到下，休息、娱乐、吃喝、人生大事集于一身，还自带空气清新特技，绝对是主子们社交与生活的好去处。Friends are loyal, friends are kind. Friends are always on your mind. When I'm with my friends, I'm feeling fine. Well, I guess I'm a lucky guy, 'cause I've got buddies by my side, and they'll be by my side. 大家都说大城市冷漠，提到合租，想到的是同住者和房东的摩擦日常。这次改造却让我有新的感触。通常合租的客厅都是无人区，小袁和舍友们却愿意把这里打造成培养感情和创造回忆的社交空间。即使以后搬走，这个空间都可以继续为后来人带来温暖。看到小袁和舍友们都好喜欢窝在这个区域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希望他们每天都热热闹闹的。这次改造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们点赞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Always be with them. No matter what, we'll stick together.